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2022年播出的日剧《为亲爱的我致上杀意》。湖边上，警察们正在分析一具尸体。女警看到尸体后，像其他人一样狂吐不止。然而，这诡异的作案手法只让她联想到了一个人，但是那个凶手早就已经死在了15年前的那场大火，所以根本不可能是那个连环杀手。随后，警察将15年前的连环杀手的作案手法与这起案件进行对比后，发现这完全就是一个人的手笔。随后，他们找到15年前那个杀人犯的儿子浦岛英二，询问他认不认识一个名叫叶子的妓女。英二则表示完全不认识，并说自己怎么会去找妓女。女警则说叶子已经遇害，并且根据作案手法来看，与15年前你父亲的手段一模一样，而你则是他的儿子，所以有理由怀疑是你模仿作案。面对这样的怀疑，英二则觉得很荒谬，并且极力解释。然而，女警拿出平板，播放了一段他与叶子见面的监控视频，这让他顿时哑口无言，因为画面中的人是自己，而英二看着确实什么也不知道。女警又问他与叶子是不是情侣关系，还在发懵的英二根本无从回答。由于没有直接的证据，在盘问后只能放人。助手建议立刻逮捕英二，警花却说他一定不是凶手，因为这么残忍的杀人手法，凶手肯定是一个心思缜密且大胆的人，这和英二根本八竿子搭不到边。可办案多年的直觉让警花觉得英二肯定有问题，他决定对英二保持调查。长椅上，英二被吓得冷汗直流，虽然嘴上说着不可能，但他也怀疑自己就是凶手，因为今天发生的一切都太诡异了。明明昨晚还和自己相拥而眠的女友，早上却离奇的消失不见，自己只是不小心撞到柜子，却发现里面放着成捆的100元大钞。本以为是女友整蛊他的恶作剧，可没想到连朋友都变得十分诡异。英二平时只吃得起便宜的盖浇饭，朋友却用他的饭卡点了最贵的套餐。英二刚要发火，却没想到朋友比他还生气。朋友说他帮忙打了3天的工，自己只让他请一顿饭已经很够意思了。英二赶紧掏出自己的手机，的确和朋友说的一模一样，但他根本不记得有这回事，连忙叫住朋友，问了个白痴的问题。英二点亮手机屏幕，上面的确显示是10月22号，这下他彻底懵了。他记得女友来的那天是18号，怎么一觉醒来就变成了22号？再想到柜子里的那些钞票，难道在这消失的3天里，自己去抢银行了吗？但又怎么和杀人案扯上了关系？这也太魔幻了。他掏出手帕擦去脸上的虚汗，想着一定是警方哪里搞错了。突然，他摸到手帕里好像裹着什么，打开手帕，里面的东西却让他瞬间头皮发麻。英二回想起女警刚刚的问话，这只耳朵的主人难道是叶子？难道自己真的杀了人？回到家里，英二看着耳朵陷入了沉思。他很纠结要不要交给警方，可突如其来的门铃声把他吓了一跳。女朋友金花来了，他赶紧把耳朵藏进柜子，一抬头却被另一件东西吸引了目光。他赶紧拿出来查看，却顿时瞪大了双眼。这是一根涂满番茄酱的棒球棍。还没等他仔细观察，金花已经走了进来。他赶紧把球棍放回原处，敷衍着自己只是在收拾房间。吃饭的时候，英二有些心不在焉，他想和女友说说今天发生的怪事，可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直到和金花告别，英二却陷入了痛苦的回忆。原来自从父亲变成了杀人犯，孩子们再也不愿意和他玩耍，还用粪水往他身上泼。家门口被人写上大大的死字，诅咒的话更是贴得密密麻麻。终于在一个稀疏平常的午后，母亲不堪其辱，选择上吊自尽，墙壁上则留下母亲临终前的遗书。从那以后，英二最大的愿望就是变成一个普通人。可由于自己的父亲，他只能在朋友间扮演小丑的角色，只是为了合群。但金花和所有人都不同。一次朋友聚会上，英二灌了一大桶可乐博，大家开心，可气泡的冲击让他忍不住吐了出来。没有人在乎他的感受，在大家欢声笑语的时候，英二只能独自躲在角落。这时，金花来到了他的身边，他告诉英二自己不喜欢瞎胡闹，而且十分理解他勉强配合的心。英二会心一笑，在金花身边，他感到前所未有的放松。一边是虚伪的应酬，一边是真实的自己。随着两人目光的交汇，金花笑了，英二也笑了。金花对他越好，他就越没有勇气说出自己的身世。为了保护心爱的金花，英二必须查清事情的真相。柜子里的东西统统被他拿了出来，钞票整齐地摆放在一起，居然有整整3000万。他一辈子也没见过这么多钱。还有一部手机，但却没有密码，无法打开。此时，一个钱包引起了英二的注意。他打开钱包，里面有一张图书借阅证。翻到卡片的背面，上面却赫然写着自己的大名。他突然反应过来，如果这是自己的借阅证，那么查询借阅记录就能发现更多线索。他匆忙跑到图书馆，在电脑上插入借阅卡，果然有借阅记录。只是看过的每一本书都让他感到害怕，全部都是讲多重人格的。强烈的恐惧让英二忍不住呕吐起来。他断定自己有双重人格，再联想到今天发生的一切，请求朋友帮忙。3天的代班警花口中自己死去的女友，还有那只藏在口袋里的耳朵和带血的球棒，英二几乎可以断定
另一个自己在自己不知情的时候杀了人。为了确定自己的病情，第二天一早，婴儿就跑到养父母家，询问自己有没有性情大变的时候，养母被这没头没尾的话问懵了。她表示婴儿从小到大都是个乖孩子，甚至连叛逆期都没发生过。看着养父母开心的笑容，一点也不像说谎的样子。如果自己真的有双重人格，那么自己的养父母甚至是女朋友为什么都没有发现？或许真的是自己想多了。婴儿和养父母挥手告别，只是他没注意到一个女孩正透过窗户窥视着他。婴儿决定把这些诡异的事记录下来。他把另一个人格称为 B1，再根据图书借阅的时间判断自己至少在1年前出现诡异行为。接着尝试打开 B1的手机，寻找更多的线索。就在这时，手机突然打来电话。虽然婴儿被吓了一跳，但还是想听对方会说些什么。电话那头约婴儿吃饭，没等他拒绝，就要来家里接他。没办法，婴儿只好把现金和球棒先收拾起来。可只是偶然的一天，却让婴儿发现了更大的秘密。一台小型摄像机静静地躺在角落里，如果不是打开柜子，婴儿永远都无法发现它。他将摄像机取了下来，并拔下了相机的储存卡，迫不及待地读取里面的内容，发现自己的生活统统被记录下来。白天自己和朋友的交谈，晚上一个人的自娱自乐，甚至还有和女友的快乐时光。突然，伊尔的脑袋轰然炸开，原来依依早就开始监视他了。越看越吃惊的同时，外面传来了急促的车鸣声，婴儿被吓了一跳，但精彩的视频却让他无暇顾及。手中的鼠标快速滑动，同时大脑也飞速的运转，但门外的车鸣声却更加急促。他只好合上电脑，把 B1的手机揣进口袋，走到阳台先稳住对方。可当他看清对方后，却吓得彻底站不住了。想要和这个风俗的女人打成扑克，只需要刷一下这张小小的卡片，不仅不用花1分钱，而且还有各式各样的美女可以随意挑选。这就是日本上流社会的入场券。可刚刚得到卡片的小伙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因为这张卡片原先的主人就绑在对面的椅子上。男人曾是老大最信任的干部，却偷了老大的钱出去挥霍。对于这样的叛徒，老大自然要给他一些教训。小弟掰开男人手指的同时，老大也选好了趁手的刑具。冰冷的铁器触碰到男人炙热的肉体，也吓得他开始剧烈颤抖。小伙害怕的已经不敢再看，老大却诡异的大笑起来，原来只是吓唬他而已。小伙也跟着大家笑了起来，但很快他就笑不出来。小伙已经被吓得压抑呆住，可老大却对他越发尊敬，因为这个名叫婴儿的小伙是杀人魔八野真一唯一的儿子。比起他父亲的手段，老大觉得自己还是个小学生。他告诉婴儿，杀人魔绝对是一个好人，因为在古代，拷问可以帮助人洗清罪名，而那些出卖身体的女人就是在犯罪，所以他父亲是在替他们赎罪。但他对叶子的死却感到愤怒，因为他觉得这样的女人不配被救赎。原本婴儿已经被吓破了胆，可听到叶子的名字却瞬间冷静下来。不久前，小伙查出自己患有双重人格，另一个人隔壁一就是这些混混的一员。老大口中的叶子则是第一的女朋友，而他之所以来参加这场血色宴会，就是为了弄清叶子的死因。可老大邀请婴儿也是有原因的，而这才是这场宴会的重头戏。原来在10月19日那天，2个蒙面男袭击了他们的运钞车，车上的6000万全部被洗劫一空。明明势力滔天的帮会，却至今都没有抓到劫匪。2个人抢了6000万，那每人不就能分到3000万吗？突然，婴儿想起放在家里的钞票，那些钱的总额正好是3000万啊！这些钱肯定是 B 抢的。婴儿已经开始慌了。老大说他已经找到了线索，运钞的线路只有几个干部知道，所以可以排除是外人。那么劫匪现在一定就在现场。老大一一扫过众人的脸，婴儿却不由自主地低下了头，这也让老大心中有了答案。可他却装模作样地说，在袭击事件发生后，只有叶子形迹可疑，他怀疑叶子也是那2人的同伙。可无论他怎么折磨叶子，叶子都不肯招供。这时，一个好事的小弟懂了个机灵，说这人该不会是叶子的男人吧？婴儿都快哭出来了，能让叶子拼命保护的人，除了他还能是谁呢？老大似乎很享受这场猫捉老鼠的游戏。只见他缓缓掏出叶子的手机，在查看案发当天的通话记录后，发现叶子只和一个人频繁联系。他决定立刻拨通电话，当场抓住这个叛徒。小弟们立刻拍案而起，对着叛徒一顿拳打脚踢。老大也挑选了一把榔头，准备对他处以极刑。可因2刚松了一口气，叛徒的遗言又让他紧张起来。叛徒说，他只是在和叶子睡觉的时候，把帮会丢钱的事告诉了他而已。他抱住老大的腿，哭着说叶子还有别的男人，那个人才是真正的叛徒。原来老大已经猜到手机里的重要信息肯定已经被人删掉了，而他之所以要演这一出戏，是想从叛徒口中套出更多线索，因为人在恐惧中是绝对不会说谎。想到这些人残忍的手段，婴儿的手指肯定是保不住了。可叛徒憋了半天，却并不知道那人是谁，原来他只是乱咬罢了。婴儿长舒一口气，这场经历对他来说太过刺激，见问不出什么有用的东西，
老大放下了手中的榔头，可下一秒却拿起了一把更大的铁锤。小弟们一拥而上，老大则瞄准了男人的裤裆，因为被女人欺骗的男人也要受到惩罚。刚刚死里逃生的婴儿还没回过神来，就陷入了更大的麻烦。从前形影不离的死党，现在却对他避之不及，就连同学们也变得十分诡异。直到婴儿看到新闻才明白，之前的杀人案已经登上热搜，现在所有人都知道他是个杀人犯的儿子，而相同的作案手法让人不得不怀疑他就是凶手。更让婴儿难过的是，自己的正牌女朋友金花偏偏就站在自己面前，委屈痛苦一下子涌上心头。于是第二天一早，他便向金花提出了分手。他把眼里带了紫的一根紫的喝，金花被气跑了。婴儿瘫坐在地，嘴里却不停地说着对不起。其实昨天在婴儿最无助的时候，金花一直陪伴在他的身边，只是金花的陪伴却让婴儿明白，自己就是颗定时炸弹。他害怕自己还会变成第一，更害怕第一会伤害金花，所以只有离开他才是真正的保护他。同时他也下定决心，一定要查出事情的真相，还自己一个清白。根据警方提供的监控视频，婴儿来到 B.E 和叶子约会的餐厅，他叫住服务员，希望从对方口中打听消息，可服务员没给他一点好脸色。杀人犯的儿子就是过街老鼠。婴儿很知趣的结账走人，可就在掏钱的时候，那张小小的卡片却引起了他的注意。他激活卡片，首页便是各型各款的漂亮女孩，软件设计的十分简单粗暴，叶子照片还挂在上面，耳环也确实就是自己家里那只婴儿。继续滑动，一个女人却引起了他的注意，放大女人的图片，发现她佩戴的耳环居然和叶子的一模一样。或许这个女人知道些什么。母胎20年的小伙叫了上门服务，可他刚见到女孩就打起了退堂鼓。然而上门的服务员十分热情，已经拿出满箱子的道具，坚持要给他最棒的服务。小伙说其实也没那么着急，但女孩已经解开了上衣，可等他挂上窗帘，却发现自己被骗了。小伙醒来发现自己被绑在床上，本以为这女人想谋财，没想到她就是想害命，因为眼前这个小伙杀了她最要好的闺蜜。几天前，女人的闺蜜叶子被人凌辱致死，而所有的证据都指向了她的男友婴儿。可这个该死的婴儿不仅在警察面前表现得一脸无辜，还和帮会里的人渣打成一片。直到老大送给婴儿一张快乐卡，才让他等到了复仇的机会。可婴儿确实没有撒谎，有没有杀人他真的不知道。原来小伙查出自己患有双重人格，另一个人隔壁才是叶子的男友。而他之所以叫来女孩，是想调查叶子遇害的真相，因为他佩戴的耳环竟然和叶子的一模一样。谁会相信这种鬼话？每天和不同男人打交道的娜美深知男人的嘴就是骗人的鬼，她将电压调至最大，只需要轻轻一下就能把这个杀人犯送进地狱。突然桌上的闹钟响了起来，刚刚还要置他于死地的女孩，现在竟然头也不回地离开了这里。原来婴儿兜里的钱只够顶半个钟，而女孩为了不引起帮会的怀疑，只能像平时一样按时离开。本以为再也不会见面，没想到他很快就又和女孩相见了。婴儿刚叫来开锁公司，打开手铐就接到了老大的邀请电话。他拎着2兜子零食赶到现场，眼前的一幕却让他瞬间呆住。椅子上绑着一个浑身是血的男人，等他凑近一看，却发现老大还给他准备了别的惊喜。刚刚还在上门服务的女孩娜美，现在却跪在地上哭得梨花带雨。这是老大的阴谋，这就是一场鸿门宴。可这次婴儿猜错了，老大说他在调查抢劫案的时候，无意中发现了这2人的奸情。可这里所有的女人都是他的财产，所以这个男人必须受到惩罚。而这次惩罚犯人的权利，他决定交给婴儿。此时的老大满脸兴奋，他早就想见识一下杀人魔的清纯。可见婴儿迟迟没有动手，老大的脸顿时拉了下来。婴儿陷入两难，如果动手，自己就成了共犯；如果不动手，这群人一定也会弄死自己。婴儿心中已经有了答案，他拿起最残忍的喷火枪，走到了男人身边。娜美爬过来向他求饶，可他却一脚把他踹翻。婴儿做了一个最错误的决定，却是最正确的决定。不多时，娜美找上了他，可他非但不是来报仇的，反而对他表示感谢。娜美说，虽然脸部被烧伤，但也帮男人封住了伤口，要不然他早就大出血而亡了。婴儿有些不好意思，说他不过是在调查叶子死因时，碰巧在漫画中看到了这个方法。娜美怀疑眼前的婴儿并不是婴儿，因为叶子对婴儿无比崇拜，到死都相信婴儿会救他出来。他口中的婴儿那么有魅力，怎么可能会是这副呆样？可这也让他相信，这个婴儿并不是凶手，那么凶手就只能是那个怪人。原来在叶子失踪的那天晚上，他们曾经通过一次电话，叶子说他接待了一个怪人，这人每次付完钱却什么都不做，随便聊聊天就让他离开。但这一次叶子却再也没有回来，那赶紧去找这个怪人。婴儿有些疑惑，
娜美去告诉他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想要找到这个怪人，就必须拿到老大佐井手中的客户信息。可佐井的皮肉生意之所以那么顺利，就是因为客户中有无数的高层干部，为了保护这些人的隐私，全部客户信息都由佐井亲自管理。事情到此陷入僵局，两人也没有太好的办法。可让他们没想到的是，警花帮了他们大忙。这段事发前的监控视频足够可以用来怀疑佐井，于是便把他抓进了警局。而这一幕刚好被娜美看到，这种机会不会再有第二次了，因而乔装打扮潜入夜总会，利用娜美提供的工具，顺利打开了佐井的房间。在佐井的电脑中，他找到了写着客户信息的文件，然而这个文件却是空的。不仅如此，所有的文件也都是空的。婴儿彻底懵了，放风的娜美也懵了。更可怕的是，刚刚被抓走的佐井竟然被放了出来，他背后的势力连警方都无可奈何。他们的计划失败了，娜美叫婴儿赶紧逃跑，可婴儿已经走不了了。两个混混堵住了原来的出口，他想从窗户跳出去，可窗户上却装了防盗网。他赶紧向娜美求救，然而娜美却将他抛弃了。一转眼，佐井已经到了门口，婴儿还在做最后的挣扎。就在佐井即将开门的瞬间，一个小弟叫住了他。有人在大厅里放起了烟花，现在楼下已经是一片混乱，制造混乱的人正是娜美。佐井暗骂一声晦气，便准备过去处理，可他没走两步却停了下来，因为刚刚开门的钥匙上沾满了胶水。佐井立刻反应过来，他的房间里有人。他带着小弟冲进房间，奇怪的是，这里连个人影都没有。飘动的窗帘引起了佐井的注意，他上前查看，发现防盗网已经被人破坏。他立刻派人去追，那人肯定还没走远，但他怎么也没想到，婴儿根本就没走。婴儿对娜美表示感谢，但娜美根本不是为了帮他，他做这一切都是为了叶子，因为叶子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原来娜美在找工作的时候认识了佐井，起初佐井跟他说只是陪男儿聊聊天而已，后来他才发现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他想要离开这里，佐井却对他拳打脚踢，还用家人威胁他。从此娜美变成佐井赚钱的工具。在一次服务结束后，娜美想要一死了之，就在这时她认识了叶子。叶子告诉她，只要活着就还有逃出去的机会，也教会了她在这里的生存法则。从那以后，她学着叶子的模样，挂上虚伪的笑容，等待那虚无缥缈的希望。这天，在娜美准备去工作的时候，叶子摘下自己的耳环送给她。他说白三叶草代表着希望，可娜美却不敢接受，因为这对耳环是婴儿送给她的。回到家里，婴儿看着耳环，心中五味杂陈。他没想到碧姨对叶子那么重要。突然，一段新闻引起了他的注意：杀人魔八野真一在4月20日自焚谢罪。那碧姨的手机密码会不会就是父亲的忌日呢？他立刻输入密码0420，手机竟然真的被解开了。他打开和叶子的聊天记录，终于找到了这个怪人——地东大学的教授白灵正人。他明明是个日本的精神小伙，却把中国古代酷刑研究到极致。先在脸上铺好一块毛巾，接着用水锁住毛，让犯人无法呼吸，这是大名鼎鼎的水刑。接着把犯人吊向半空，利用下颚的通力撞乱犯人的五脏六腑，这就是和水星齐名的吊行。犯人的反应让他很是满意，于是他决定用最残忍的绞刑结束他的生命。他把小伙放下，问个清楚。然而下一秒，一颗子弹穿过了他的胸膛。这个变态最终被警方抬走，可死里逃生的小伙却没有一点劫后余生的喜悦，因为警花这果断的一枪和他策划的有些出入。这个看起来有些呆傻的小伙婴儿，实际上是一个多重人格患者，而另一个人格 B1却是个心狠手辣的亡命之徒。几天前，B1的女朋友叶子被人凌辱致死，而所有的证据却指向了男朋友 B1。可这就让毫不知情的婴儿莫名其妙的背上了人命。但通过 B1的手机，婴儿已经锁定了真正的凶手白灵。他来到白灵的工作地点，可刚准备潜入，就和对方撞了个满怀。更让他没想到的是，对方不仅认识他，而且和他还是共犯。但他们犯下的是另一起案件。白灵认识 B1的时间并不长，所以没有怀疑婴儿的身份。而通过白灵先生的解释，婴儿这才明白 B1在下一盘大棋。叶子是被骗来的氏族少女，而白灵先生则是他的顾客。万万没想到 B1突然出现，还把白灵一顿暴揍。但白灵和叶子见面，其实也不是为了那事。原来他的女儿和叶子有相同的经历，而且在15年前就被残忍的杀害了。多年来，他故意接近犯罪组织，就是为了搜集证据并捣毁他们。这和 B1救叶子的想法不谋而合。于是 B1制定了一个完美无缺的捣毁计划。他得知佐井正在和更危险的毒贩进行交易，便和白灵一起抢劫了佐井的运钞车，想利用毒贩捣毁佐井的皮肉生意，从而救出叶子以及更多无辜的少女。可偏偏在他们计划成功以后，先行离开的叶子被佐井抓住后，跟上的白灵看到这一幕，就赶紧报告给了 B1。可 B1却告诉他先不要声张。在之后就传来了叶子的死讯。
这么做的原因谁也不清楚，可不管背后有什么原因，叶子的闺蜜娜美已经看不下去了。如果白灵第一时间报警，那么叶子可能就不会死。她要求白灵立刻去警局自首。得到婴儿的允许，白灵先生拿着钱就出发了。很明显，左警杀的柜子里的钱也找到了答案。只要白灵先生去警局说明情况，这一切就可以结束了。可偏偏这时出现了意外，婴儿的手机打来电话，对方正是第一想要摧毁的左警。左警绑架了婴儿的女朋友金花，限他1小时内把钱还回来。原来左警一直在暗中调查婴儿，直到发现婴儿给叶子买的耳环，才确定婴儿就是抢钱的劫匪。为了救人，婴儿把白灵先生叫了回来，带上自己家里的3000万，匆匆赶往了左警的所在地。可就在等红灯时，偶然的一瞥，那代表希望的白三叶草映入眼帘。他知道第一的做法是对的，左警手中还有更多无辜的女孩。一个大胆的计划在婴儿脑中渐渐成型。他把娜美约了出来，让她在自己送完钱后拍下左警一伙和毒贩的交易现场。等自己确认了金花的安全，就立刻报警将他们逮捕。可娜美却表示担忧，她完全可以用钱换回金花，没必要为他们烫着浑水。婴儿却安慰她一定会成功的，他相信白三叶草会保佑他们。然而幸运之神并没有降临，婴儿如约来和左警对线。可左警在检查完现金后，却一拳把他打倒在地，因为婴儿还偷了一样东西。那就是他做皮肉生意的客户名单。婴儿懵了，他确实去偷过客户名单，可电脑里什么都没有，他又怎么可能偷得到呢？左警就相信他的话。黑色婴儿趁运钞车被抢的时候，神不知鬼不觉地偷走了名单，这怎么可能呢？自己怎么可能一边抢劫一边偷东西？抢运钞车只是障眼法，而真正的目标是客户名单。左警威胁婴儿交出名单，要不然立刻杀死金花。婴儿彻底慌了，他谎称名单就在自己家里，让左警和自己回家去取。可婴儿压根就没有名单，他在家里一通乱翻，不过是在为娜美争取时间。门外的左警失去了耐心，他把婴儿踹倒在地，威胁他赶紧把名单交出来。他只好再骗左警，说只要确定了金花的安全，肯定就会交给他。左警答应带他去见金花，但他的计划却被左警发现了。开着定位的手机被留在了家里，婴儿却被带到了一处废弃工厂。在这里，婴儿终于见到了金花。在确认了金花的安全后，他跪在左警面前，说自己骗了他。他真的不知道名单在哪，可再次被骗的左警非但没有生气，反而笑了起来。他摸着婴儿的头说，自己之所以心甘情愿被你骗，是因为这里是一座刑场。他把婴儿捆在椅子上，用水刑折磨他，接着用吊刑，他要让婴儿生不如死。可就在这时，金花拎着棍子把左警打晕，危机解除。原来左警在看到婴儿的时候，正好砸碎了一个酒瓶，碎片滚到金花的脚下，这才让他摆脱束缚。两人准备开车逃出升天，可就在拿车钥匙的时候又出了意外。以金花的力气，怎么可能把魂锁紧了？这不过是左警变态的刑法罢了。如果左警不说这段话，这部剧我就能完结了。可左警告诉婴儿一个更大的秘密，让我还得再更上10集8集。原来左警并没有杀害叶子，真正的凶手就是 B1。在名单失窃以后，左警第一时间抓住了叶子。可就在他翻看叶子手机的时候，有人开着面包就走了他，而之后叶子就被残忍的杀害。至于叶子到底是怎么死的，左警并不在乎，因为婴儿已经离死不远了，婴儿的生命快要走到尽头。但其实他又骗了左警，警方已经包围了这里。这次轮到左警懵了，他明明已经扔掉了婴儿的手机，警察是怎么找来的呢？原来真正的定位藏在那装钱的背包上，婴儿的手机不过是障眼法罢了。他算准左警在拿到名单前根本就不敢杀死他，一颗子弹穿过左警的胸膛。左警领了盒饭，B1也即将上线。女孩每天被母亲强迫喝马桶水，还要吃垃圾桶里的猪食。仅仅是因为不爱，他便一直遭受母亲的虐待。他明白父母偏爱更优秀的姐姐，所以能吃饱就会感到幸福。本就狭小的壁橱顿时漆黑一片，女孩按住脖子想掐死自己，却怎么也死不掉。受尽虐待的女孩终于长大，和父亲的关系反而好了起来。她拿起一颗草莓扔在地上，撒着娇要让父亲吃掉。可就在父亲捡起来的时候，金花抚摸着父亲的脑袋，满意的笑了起来。可埋藏在心底20年的杀意，这才只是一个开始。他策划了一场绝对完美的谋杀，前提是没有这场平平无奇的见面会。这天，金花带着男友婴儿来见母亲，俩人翻看着金花小时候照片，聊得甚是开心。可岳母无意中的一句感叹，却让婴儿疑心乍起。意识到说错话的岳母急忙解释，金花一直都是个好孩子，但只有婴儿明白，他的女朋友金花绝对没有这么简单。原来，在逃出左警的魔爪以后，婴儿就被送进了医院。可等他再次醒来，却发现自己竟然躺在家里的床上。不过婴儿并没感到奇怪，他知道肯定是 B1又跑出来了。他觉得娜美应该知道些什么，可娜美的话却让他更加头大。在婴儿被送进医院以后，
白灵先生就去了警局自首。根据白灵的口供，警方确定佐井是杀害叶子的凶手，而佐井被当场击毙，所以这案子已经结束了。但奇怪的是，从那之后，白灵先生竟然失踪了。如果这事和毕一有关系的话，那就肯定有关系了。这次英二很聪明，他首先要确定毕一去了些什么地方，并不难查。从地铁的行程记录中发现，第一去过松之丘县，而到了松之丘以后，英二立刻明白第一去了哪里。一家隐蔽的心理医院。英二猜的没错，这里的人对他很是熟悉。很显然，第一不是第一次来了。这时，一个精神病人和他搭话，难道是死去的叶子？英二问那女孩叫什么名字，病人却说出了一个令他意想不到的答案。这还简单，金花怎么可能认识病医呢？他掐住病人的胳膊，让对方仔细说说。可这也让本就有病的病人变得更加有病。护士安慰英二，精神病人总是疯疯癫癫的，叫他不要往心里去。可等他来到诊室，医生的表现也十分诡异。他老是回答自己叫福岛英二，然而医生却挂上职业假，笑说初次见面，请多关照。英二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医生却笑着说，来这看着的可是八野真英二。八野真英二毕义也用了杀人魔父亲的姓氏，他似乎还对父亲的死耿耿于怀。医生直言毕一是来治疗双重人格的，可当英二问这病该怎么治的时候，医生却沉默了良久，只告诉他这个病不好治。白灵先生的离奇失踪，精神病人的风言风语，再加上医生这模棱两可的回答，简直诡异至极。可刚走出诊室，更诡异的一幕发生了。那精神病说的是真的，可这里的人为什么都瞒着他呢？英二立刻逃了出去，他给金花挂去电话，问他在什么地方。金花竟然扯了谎，含糊其辞，他到底在隐藏些什么？直到这次和岳母的会面，才让英二找到丁点蛛丝马迹。从岳母的口中得知，他们是从一家福利院领养的金花，于是他立刻赶了过去。但没想到，就连院长也对金花的过去一无所知，只知道他们是在金花5岁的时候，从一个废弃的水泥管里捡回来的。当时金花的情绪非常不稳定，所以问什么他也不说。院长说的云里雾里，英二却好像懂了。一个只有5岁的女孩，生活在那样潮湿阴暗的地方，会出现什么心理问题都是十分正常的。他找到那根水泥管，钻了进去，体会金花当时的恐惧与孤独。隐约中，他发现桶壁上好像写了什么，打开手电筒一看，却瞬间泪崩。这些岁月斑驳的字迹，此刻好像变成锋利的匕首，一把一把刺进婴儿的胸膛。他拼命地奔跑，奔跑，奔跑。现在他只想来到金花的身边。此时的金花已经泪流满面，婴儿将她拥入怀中，是要成为这个女孩的依靠。金花深受感动，决定向婴儿坦白一切。来到一处破屋，这里便是金花5岁前生活的地方。当时她就住在这个小小的壁橱里，儿时的遭遇更是让婴儿感到窒息。然而此时的金花却一脸轻松，好像这事跟她没有半毛钱关系，因为那些虐待我的人全都死了。这不正是失踪的白灵先生吗？婴儿吓得瘫坐在地，而金花接下来的话不仅解开了婴儿所有的疑问，更让他知道什么叫做地狱空荡荡，恶魔在人间。这是一场残忍到极致的谋杀。而故事要从婴儿的父亲八野真一说起。15年前，在八野一真的虐杀名单中，金花的姐姐也赫然在列。虽然姐姐看起来品学兼优，背地里却做着出卖身体的勾当。姐姐的死上了热搜，而母亲无法接受女儿的丑事，选择上吊自尽。这也让金花有了逃跑的机会。虽然在水泥管里住了整整半年，但也让小金花第一次呼吸到自由的空气。她发自真心感谢杀人魔八野真一，也变成了杀人魔最虔诚的信徒。在得知他还有一个儿子的时候，他就迫不及待来到了这人身边，因为他想要见证2代杀人魔的觉醒。但和这个魔2代相处久了，却发现他不过是个草包。就在他准备放弃的时候，他发现了婴儿的另一重人戈比一。起初他以为是婴儿出轨了，后来才发现这人压根就不是自己男友。而这个男人的诡异行为也让金花兴趣倍增。第一，好像在和妓女叶子密谋些什么。金花很兴奋，以为魔2代终于要对妓女下手了。可等了很久，那个妓女却还是活得好好的。她好想知道第一到底在做些什么，于是她想到了自己的生父白灵。她以虐待儿童为要挟，让他接触叶子，打听内幕，什么为女儿报仇雪恨，什么调查捣毁犯罪组织，不过是金花提前编好的剧本罢了。可正是由于白灵传回的消息，让他彻底明白毕一根本不想杀人，他好失望。于是他决定报复毕一，亲手创造一个恶魔。在毕一和白灵抢劫运钞车后，他救下了被佐井抓住的叶子。他把叶子囚禁在这间破屋，让白灵动手虐杀了叶子。而白灵在做完这一切后，受不了良心的谴责，自尽而亡。金花掏出手帕，捡起叶子被割下的耳朵，这就是他送给第一的见面礼，而另一只则由他珍藏。不过把这一切告诉婴儿，其实还有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创造杀人魔的最后一个步骤，
杀死扑倒婴儿。原来他之所以去看心理医生，根本不是因为什么心理问题，而是在寻找治疗双重人格的方法。那方法其实很简单，就是杀掉其中一个人格。但因为婴儿和 B1都不会杀人，所以他决定用连医生都拒绝的残忍方法，那就是把2个人格全部杀死，创造出一个完全不受控制的危险人格。与此同时，娜美也意识到这件事有些蹊跷。白灵说佐井杀了叶子，婴儿说有人开车接走了叶子，这互相矛盾的说法肯定有问题。他首先怀疑是白灵说了谎，因为被害人的家属怎么可能和凶手的儿子合作呢？根据办公室的地址找到白灵家，结果真的找到婴儿口中的黑色威尔法。娜美立刻向警方说明了一切，警方也根据线索找到了铁证。不仅如此，警方还发现白灵又把老宅买了回来。诡异的举动引起了警方的怀疑，警方立刻来到这间老宅，可眼前的一幕却让他们惊掉了下巴。婴儿持刀和警方展开对峙，从他的表情不难看出，这事肯定没那么简单。但眼下唯一的办法就是先逃离现场。很快，婴儿便被列为通缉犯。看到新闻的娜美立马给婴儿挂去电话，可婴儿却一问三不知，只求他赶紧来救自己。虽然并不清楚是怎么回事，但娜美相信正直的婴儿不会杀人。可看着周围巡逻的警察，娜美实在没信心逃出去。一声门铃惊扰了正在庆生的孩子们，男孩以为是父亲，打开门一看，竟然是2个警察，表情阴郁的让人害怕。更没想到的是，这俩警察的话竟然毁了他的家。自此，男孩每天被孩子们孤立霸凌，大门口也贴满了诅咒的恶语，就连母亲也上吊自杀，在墙上留下了无尽的忏悔。而这一切全拜这个从火中爬出来的男人。八野一真囚禁凌辱分尸，整整5名女性惨遭毒手，霎时间轰动全国。案子最终以他引火自焚落下帷幕。可男孩怎么也不会相信那个和蔼可亲的父亲会是个变态杀人魔，压力如潮水般向他袭去。婴儿疯了，也由此分裂出一个新的人格，那个专门替他承担痛苦的人格 A2。从此2个人格交替出现， A2 的使命是活着， A2 的使命则是复仇。因为这案子的疑点实在太多了，5个死去的妓女来自同一家会馆，白兔也是八野一真工作的地方。可他为什么要杀人呢？警方却没有给出合理解释。明二查了整整15年，但会馆却干净的离谱。那么凶手就一定在那份名单之中。什么名单？白兔会馆的顾客名单，里面记录了太多见不得光的东西，同时也是这黑色产业的护身符。然而白兔会馆的话事人花板却和这份名单一起诡异的失踪了，一股阴谋的气息正在缓缓升起。果真在花板家一通乱翻之后，让他发现了端倪。这张照片中有5个男人，但只有长发男佐井值得怀疑，因为花板失踪的时间和佐井创办爱丽丝的时间完全吻合，这让他更加确定名单就在佐井手中。于是他抢劫佐井的运钞车，制造混乱，再利用爱丽丝会馆的妓女叶子，趁乱把名单偷走，因而顺利拿到了名单。但他怎么也没想到，一场更大的阴谋正在拉开帷幕。名单中没有任何有价值的信息，几天后还传来了叶子的死讯，又是妓女，又是虐杀婴儿，只觉得自己是个白痴，因为真凶一直都在他的身边。其实他策划的抢劫案还有一个声称替女儿复仇的受害人家属白灵证人，因为无论是年龄还是作案手法，凶手只能是他，不然一支针管扎进婴儿的脖子，也让陷入癫狂的婴儿瞬间明白自己周围已是危机四伏。这人是 A1 的女朋友金花，但准确的说是杀人魔八吉。真的铁粉，只是因为婴儿不想杀人，所以就要把他杀掉。此时任何解释都显得那么苍白。婴儿栽倒在地，静待死亡降临。然而诡异的是，他并没有死，而且醒来的时候还看到了更加诡异骇人的一幕：道貌岸然的白灵死了，设计陷害他的金花也倒在血泊之中。甚至在他陷入迷茫的时候，警察竟然也赶到了这里。毫无疑问，他被人陷害了。他从楼上一跃而下，侥幸逃生。虽然被列为在逃通缉犯，但也让婴儿明白真相已经快要浮出水面了。因为能说通的只有一个解释，那就是当时屋子里还有一个人，恐怕那人是想借刀杀人，目的就是把调查这事的人全部清除，而见过此人的只剩下血村金花。不过看透这事的还有警花桃井。当时桃井看到婴儿的表情就瞬间懂了。此时他带了一帮警察要提审金花，虽然金花醒了，可身体条件还不能接受问话。与此同时，婴儿也得到了消息，立刻前往了医院。原来在 A2 调查叶子死因的同时，也捣毁了爱丽丝会馆，苦命人娜美也得以重获自由。他只是希望能再见一次 A2 亲口对他说一声谢谢。婴儿没有理会，他知道 A2 不可能再出现了。等到夜晚，英两溜进病房，在摆好监控后，把刀架在金花的脖子上。事实也证明他的推测是正确的。其实他一直在等婴儿，这是他的另一个阴谋，一个残忍又令人心痛的阴谋。虽然金花没说凶手是谁，但婴儿却笑着哭了出来。
因为他终于确定八野一真是无辜的，而抓住凶手就只是时间问题，因为凶手不会让金花继续活着，现在只需要盯着监控就能确定凶手。然而就在这时，陶景却诡异地站在他们身后，婴儿好不甘心，但他已经无路可逃。然而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陶景放下了手中的枪，还把周围的警察都撤了出去。陶景是负责当年虐杀案的警察，他也怀疑婴儿的父亲是无辜的。当年他在现场找到一块陌生血迹，这说明当时的引火自焚有可能是一场蓄意谋杀。他带着证据找到上司袁度，可袁度却不让他继续调查。话虽如此，陶景却从未放弃寻找真相。他找到了一条线索，一条连他都不敢相信的关键线索。原来当年警方之所以能找到八野，真是接到了群众的举报。可这举报时间却有些问题，警方赶到现场的时间是下午4点，但其实群众举报的时间是在上午11点。顺藤摸瓜一查，果然找到了问题。当时接待群众的警察中途换了，可那人在6小时后才选择报告。也正因为和警方有关，陶景这才不敢轻举妄动。不过此事已经无需多言，三人心中都有了答案。三人立刻展开行动。陶景把新发现报告给了袁栋，俩人开着车来到了当年的案发现场。娜美则躲在暗处架好了相机，而婴儿已经再次等候多时。杀人魔就是你！袁度他们找到了当年举报的群众，得知中途换掉的警察就是他，而出警的时间晚了整整6个小时，就是袁度嫁祸八野一真的作案时间。接着杀掉花达到顾客名单，也就不会有人知道他嫖娼杀人的犯罪事实。面对婴儿的推理，袁度没有丝毫反驳的意思，还把手枪踢到婴儿脚下。婴儿将枪口对准袁度，15年的愤怒化作一枚子弹，枪声一响，百鸟齐飞，只是倒在血泊中的是婴儿自己。所有人都被这俩黑警给骗了，他们让婴儿在枪上留下指纹，导演了一出戏精反杀的好戏。虽然娜美不明白这是为什么，但也知道现在必须得跑。然而没跑出多远就被陶景抓住。不过娜美很聪明，提前把视频上传到网络，只需要点击确认，这俩警察就全完了。见状，陶景放下了手中的枪，他决定让对方死个明白。曾经他是最出色的刑警，刚进警局就破了好几个大案，可谓前途一片光明。直到他收到一封邮件，一封由杀人魔寄来的邮件，彻底毁了他的人生。是的，警队中嫖娼的人其实是陶景，但也是杀人魔提前布置好的陷阱。陶景害怕极了，于是向袁度的交了辞职报告。没想到袁度拒绝了，说由他来想办法。可他又有什么办法呢？这时，这名举报人出现了，他换掉了刚刚接待的警员，在得知八爷一真的藏匿点后，先一步抓住了他，更在这里找到了备份照片。就算这事不是他做的，袁度也没打算放过他，因为他现在只想保护陶景。原住在房子里浇满了气，伪造成凶手引火自焚的假象，而虐杀案的真相已不再重要。案件结束后，陶景也明白了一切。火场中的陌生血液来自袁度，他接受了这份血淋淋的好意，但世上就没有不透风的墙。5年前，在他突击检查爱丽丝时，花板就拿出了顾客名单威胁他。陶景明白这事必须有个了结，于是他杀了花板。拿到了顾客名单之后的左景也威胁他，也被他一枪毙命。而调查名单的婴儿也必须死在这里。现在他已经不想和这个死人废话，因为袁度已经包抄到位。只是他没想到，此时袁度根本不敢开枪。不知道什么时候，一把明晃晃的小刀已经对准了陶景。这人居然是早该死去的婴儿。原来是衣服里厚厚的防弹依旧了他，两人顿时扭打成一团。可婴儿根本不是特警的对手，眼看就要被陶景勒死。然而下一秒，陶景的手臂却缓缓松开。打斗中，这把小刀已经刺入了他的身体。这场战斗胜负已分，婴儿刚要爬起来，却被陶景又拉了回去。在婴儿耳边低语了几句以后，便蹒跚着退到了桥边。这是陶景10几年来唯一一次发自真心的笑容，往事如流水般浮现在他的脑中。这个秘密终于不会再有人知道。陶景纵身一跃，随着河水流向大海。袁度无力瘫坐在地，他像是明白了什么，掏出手枪，随着桃子一并去。正是陶景最后的笑容，也让袁度彻底明白，把他留在井底是个多么错误的决定。因为自己的私心，让这个女人做了15年噩梦。早在15年前，袁度就无法自拔地爱上了陶景。明知他们永远都不可能在一起，也甘心为陶景搭上自己的人生。只是这自私的爱最终害人害己。因而呆愣在原地。现在他全都明白了，只是因为姐姐嫉妒弟弟谈了恋爱，于是就把弟弟的女朋友给宰了。甚至在接受警察审讯时，他还一边啃着手指，一边回味着杀人的快感。就连警察都看不下去了，说这么点事，至于杀人吗？女孩却扑哧一声笑了出来。警察怎么也没想到，其实女孩才是真正的受害者。小乙也曾是个优秀的孩子，一手钢琴弹得出神入化，父母也视他为掌上明珠，从不吝惜对女儿的偏爱。直到一个男孩的到来，
让他变成了现在这副鬼样。这个男孩是杀人犯的儿子，父亲见他可怜就收养了他，但女儿却因此被彻底毁掉。这天，小雨想告诉父母自己考了满分，父母却只顾着安慰男孩，把他晾在了一边。因为生父是个杀人犯，男孩总是被人欺负。小乙也曾试着去接受男孩，可男孩却并不像看上去这么简单。小乙发现男孩经常半夜偷看电脑，似乎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正准备去告诉父母，却被男孩用刀拦下。其实他不止一次和父母说过，只是男孩的演技实在太好，父母压根就不相信。就这样，他变成了阴暗角。落里的臭虫对男孩的恨意也与日俱增。然而在15年后，事情终于迎来了转机。这天，婴儿带了女友来见养父母，竟然还热情地和自己打招呼。看着婴儿那满脸的幸福，他知道复仇的机会终于来了。他们从家走后，小乙便悄悄跟了上去，一路尾随他们来到这间密室，然后亲手了结了金花，接着把刀放在婴儿手中，让他以为是自己杀了爱人。可小乙没想到金花竟然被抢救回来，于是他便来到了医院，即使搭上自己也无所谓，他就是要让婴儿活在痛苦之中。只是这么拙劣的杀人手法很快就被警方侦破，也让他没想到自己无意中帮了弟弟一个大忙，埋藏了15年的真相也得以水落石出。在扑倒家里，父子俩要谈点大事。婴儿为小乙的事向他道歉，亲口承认自己威胁了姐姐。然而下一秒，他却掏出小刀扎住老父的手掌，血腥味瞬间充斥整个房间。婴儿目眦欲裂，轻轻抱起养父，却面无表情地抽出刀，问他这种情况应该用什么表情。是的，他是个没有痛觉的人，这也是他经常受伤的原因。但这怎么就能说明他是凶手呢？正因为感受不到疼痛，所以才对痛觉异常执着。其实所有人都被你误导了。那起虐杀案的重点根本不是对妓女的仇恨，而是受害者被虐杀时产生的疼痛给凶手带来的快感。因而甩出一摞照片，开始了自己的推。养父是从16年前开始失去痛觉的，而虐杀案也是从那时开始。因为虐杀可以让他感受到疼痛，所以他才要杀人。但应该杀什么人呢？身份模糊的妓女是第一选择。由此，养父盯上了八爷，一真一个白兔会馆的小混混。他知道八爷帮妓女们偷偷逃跑的事，于是便主动提供帮助。从此由八爷带妓女逃出犯罪组织，而养父负责妓女们逃脱后的工作和生活。这些可怜的女人刚刚燃起生活的希望，就被养父一个接一个的送进地狱。只要有陶警偷出来的顾客名单就可以证明。当然，上面的只是推理，下面的才是证据。所有被害者的遗体都是在奇遇发现的，可养父当时却在北海道旅游，这似乎是个完美的不在场证明。可他们真的是死在奇遇了吗？婴儿曾问过养母，旅行结束后，只有养母和小乙乘飞机回家，而他却以出差为由前往了奇遇。去奇遇做了什么？恐怕是去伪造杀人现场吧。接着，婴儿甩出一张照片，也是锤死养父最关键的证据。照片中的女人小玲是虐杀案的第5名受害者，同时也是雪村金花的姐姐。她在失踪前1天给了金花一个号码，说可以帮她脱离苦海，然后她就赶往了那个号码的所在地北海道。因而调查过金花的行车记录，确定号码来自一间北海道的酒馆，这里是八爷临时安置妓女的地方。因为酒馆的主人曾是白兔的妈妈桑。值得注意的是，照片的拍摄时间，这和养父去北海道的时间完全一致。恐怕那个妈妈桑还见过你的真容吧？这也是为什么你要威胁陶警尽快把案子了结。而最好的替罪羊就是八爷，你让八爷躲在所谓的藏匿点，却提前在此留了一封勒索信，不管来人是陶警还是原度，只要看到信便会确定凶手就是八爷。养父虽然承认了杀人事实，但对婴儿的回答却不太满意。其实他从小就没有痛觉，而第一次虐杀的是一只猫咪。可随着时间推移，虐猫已经无法让他获得快感。确实如婴儿所说，他利用了八爷，但八爷之所以会去救人，其实也是受他蛊惑，只是因为他有虐杀需求。然而很快，杀人也无法给他带来快感，于是他又想到了一个办法。他将虐杀案嫁祸给八爷，编制了一个杀人魔洗涤妓女灵魂的故事，然后将其公之于世。矛盾把他请到西南热道里参与，可矛盾把他休息，给老多人一起对付他。按照他的剧本，八爷一定会家破人亡。事实也正如他所料，八爷家再也没有一个正常人。他在得知婴儿有精神病后，便兴奋地将他收养，因为婴儿越是痛苦，他就越能感受疼痛。比起亲生女儿小乙，他更爱被逼疯的男孩婴儿，而这也是剧本的大结局，那就是让充满恨意的婴儿亲手将自己杀死，由此带来最极致的快感。子弹在地板上留下了3个弹孔，而养父的脑袋却没有开花。他质问婴儿为什么不杀了他，婴儿却把手枪一扔，羡慕天魔，他比任何人都想杀了这个恶魔。也许正是因为知道事情的真相，才让婴儿知道自己不是什么杀人魔的后代，
也终于知道父亲从始至终都是一个好人，这才克制自己，没有走上犯罪的道路。死去的小伙把女友告上法庭，非说女友把他给杀了。英二怎么也没想明白。他曾去医院向金花打听线索，却没想到金花十分配合。金花知道他的使命是复仇，于是希望他复仇成功后便会自然消失， A2 就有可能回到这个空空如也的躯壳。金花笑了起来，他已经没有任何想说的东西。也许他今天来到这里，就是想听英二说出真相。这场审判伴随着金花的哭声落下帷幕。最终，金花因为杀害叶子被判处终身监禁，而真正的杀人魔浦岛圭一被判处死刑。1年后，婴儿刑满释放。他站在海边，远远地望着。这时，娜美走了过来。他明白 A2 已经彻底消失，那还是对着婴儿表达了感谢。然而没走2步，他却突然笑了起来，因为婴儿做了一个动作，一个 A2 专属的动作。这一刻，娜美也明白了，